后来那公安局找我，就是意思就告诉我我是日本人，必须得办手续，得加入中国籍，那哦才能行。哦，那个时候也有这一说哎，要不我就入党干啥都不行。哎，就告啊，诉我了。就念书啊什么都不行，对哎，不对？对，所以后来没办法，我说那行吧，这公安局的这个人儿，那你当时听到你什么反应？那就知道也没有啥反应，也没想那个什么乱七八糟事儿都不想。那没想到自己怎么是日本人？那都不想，那也不想。就后来我81年回去做工作呀，在家半年呢，就说成天一说这事儿就眼泪汪汪的。你说舍不得你走，哎，他们不让我回来，可是呢，我还舍不得我养父养母，人家从小对，几个月把我一起养了这么长大的长，是把我养大成人，是。另外培养我上学。那你养父养母也来了，他们居住的习惯吗？当时那开始也不习惯，那不习惯的，慢慢习惯。我说那你们有啥办法？你就只有跟我在这了，我养活你们，你们就享点福。哎，你要回中国，那没办法，那我也得跟着你们回去，我不能在这了。是没人照顾。哎，后来他们一寻思，行啊，在这吧，就这么的。我在日本，我养父93岁，在日本去世。我的养母呢，是在我养父死之前，因为他中国还有一个姑娘嘛，原来有个姑娘，亲姑娘死了，这后人我那个姐夫又续了一个老伴儿，这不就算后姑娘呗，应该算。完了又回去，非要回去看一看，这就回去了。回去了，在中国待了，不到1个礼拜，就得了一种是感冒是什么病不知道，不到1个礼拜就去世了，在中国，82岁，就在中国去世了。哎呀，不应该让他回去。回去所以说不让他回来，他非要回去看一看，就是。结果82就死了，死了以后，这没办法，我这搁日本，我又去到中国，把他的骨灰带回日本来。因为啥？我在日本，我不能把骨灰给他扔到中国呀？没人管不清啊。就这么的，我把他骨灰带回来就在家搁着放着。后来我养父93岁又去世，完了就在这日本练的嘛，骨灰和他都掺到一个骨灰盒里头。完了，我在日本在这里就买了一个坟墓地，买了一个墓地。完了花了260几，哇，加上什么差不多连修那个碑啥的乱七八糟300来万呢，日元，哇，好多钱。这玩意儿把他们带这，然后后来呢，在我养父之前说的话我得记着。我养父说，我要死了以后，你们得把我送回中国，就这么的。完了我养父去世了，在日本那骨灰待了40天吧，就是骨灰。完了后来我就因为工作忙嘛，抓时间把骨灰养父养母的骨灰带到中国，在中国宁安，在那宁安那叫西山那个地方，专门是个坟墓地，挺出名的墓地。在那又买的坟墓，把我养父养母安葬在那里。又搁到那个坟墓里头了。搁那坟墓那时候3年，回去一趟，有时候2年回去一趟，上坟看一看。反正23年、12年都没准儿，有时候忙的时候3年才能回去。就这么的，养父养母的坟就在中国又买的。在日本生活，你开始的时候，后来开始工作，你习惯这边吗？那开始不习惯，后来也就1年多吧。说句实在的，就没啥感觉了，就习惯了也。另外呢，开始我住那个团地呀，在这个埼玉县啊，叫那个盐归。我住那团地开始就我一家，后来3家、4家、5家，一点点涨，最后造30-40家了。人越来越多，都是中国人啊。大家都居住在一起，那相互也能说个话什么的。因为啥？他那个县也挺有会安排，凡是埼玉县回来的中国人都朝那个团地去。明白，大家居住。可是那时候变成30-40户了，
我这人我一寻思，怎么整好呢？后来还有一个搁中国回来的，残留夫人叫，她是岁数大嘛，都70多岁了。我回这日本的时候才38岁嘛。完了跟他商量，我说回来这么多人，为了别让日本人欺负咱们这些中国人来的，我说组织起来成立个会儿吧。完，那老太太说那行，那你组织吧。这我就组织做这个组织办了一个叫七心会，就是七心一心就是大家到一起都心都往一块儿使。完了别让别人欺负咱们。就应该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开始一回来的些中国回来的那日本人看不起。有歧视吗？你扔个鸽那啥的，他们都看不。可以是中国人，他不守规矩。对呀，回来乱扔。扔垃圾没有概念，不懂。不懂，他不是说是乱扔，就是不懂。对。完了后来好多人组织起来。日本人有意见。组织我办了个七心会嘛。完这样办了七心会以后，那么一点点人教给他们怎么干啥的，日常生活这日本人慢慢的也就一看这是个团体了，他们也不欺负了。再说这些人也变好了，也适应这边生活了，也知道怎么做了。对，就这么说。开始的生活习惯不一样。开始的不一样。对。看后来这七心会办成了以后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完了这个年轻人也比较多了。后来我这又办了个红梅会叫。我寻思这意思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就像2月天冷的时候红梅才开花嘛，对吧？越冷越啥，咱们呢这些年轻人起来一定要努力都干，就这么的就办成了一个红梅会。红梅会的会长也是我，是七心会的会长也是我。因为我张罗办。明白。结果后来这些年轻人就在那团队就出现2个老板。一个姓玉口，一个姓这个啥的，邪屋。这2个人呢，都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。这说实在，那时候他们都年轻，还小，比我小，小不少，管我叫叔叔嘛。完了，我就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，怎么样做工作，怎么干啥。最后他们呢，连学习带啥的，这个车前宝电焊，他们都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上职业学校。也学机械。去学习半年。这他俩挺听话呀，都去学习去了。学习毕业以后回来了，那干这些活他都学会了，基本上。完了一点点的待了不到1年，不到2年呢。搁那学校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回来，不到2年，他俩都建个公司。自己开公司。建了一个自己的公司。就是手工专门这个车前铆电焊的。他们都最后他俩都公司都起来了。现在那个啥，全都大公司了，就成了。是吧？都是好几十人的那。真不错。都去了。咱那个还有一个叫王立山，那个叫邪屋那个，去年死的，得病死了。所以这几个人，他们这些年轻人那时候都听我的。所以教他们。我告诉他们怎么去做呀。是。翻过来，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个一个的，都比较啥努力。也有出息，可以这么讲嘛。我俩姑娘那前小，或者上美容学校去学习，2年嘛，上那个专门学校。专业学校2年，他俩一起去的，他俩差2岁，都一起上这一个学校。回来毕业以后都是美容师，现在都是美容师。自己开。自己原来想要开了，后来我说你先别去看，那得开得有公司，得有屋子。你场地。我说那不是那么简单。或者他们就暂时都没个啥，全都上班。也锻炼积累经验。对。完了都搞，结果每个人都一点点努力，买房子买啥，全都现在还都是美容师嘛。真不错。所以2个大儿子呢，原来是啥，在这个就我那朋友那个，他跟我说那个在他那公司里上班，当工厂长。完了这个2儿子呢是在横滨，
横滨那个叫湘南那个物流，物流，物流，湘南物流。现在呢，他又整成又办成岐阜县加区那边，在那又成立个公司，他又当老板。自己做物流公司。也是物流，关系都是这啥。所以我这孩子我一点没有一个用我担心的。不用我操心的都。因为他们一开始怎么干，我都一点点都教他们。一定要有志气，得干出个样来，那才行。所以说是，这他们都知道。高桥家的孩子，那一个赛一个，都知道。真不错。全都知道。所以这个家庭教育也有关系。是的，受家长的影响特别大。对。是的。在中国生活和在日本生活有什么区别？现在那就不好说了。但是原来在中国的时候的生活也是好的。我知道，我的差异有。到日本呢，说句老实话，像中国回来的生活能达到像我这样的不太多。这么讲。我就还相比较呢，两边有什么差别？在我脑子里边，怎么想呢？怎么说呢？在我脑子里，不管你在哪什么地方，只要你认干，好好工作。好好工作。好好工作。所以我在日本，你看我这孩子挨着个都买了房，4、5千万的房子，全都个人买的房。没问题。翻过来到后园，就现在我自己住的是现营团地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么大岁数，80多岁了，我还买房子干啥呀？孩子们都有了，全都有房子，把他们培养好就行了。都啥了？我这今年眼看着就82了。所以说我就不考虑那些了，自己生活好一些。就这么，这么说吧，不管你在中国，在日本，在哪个国家，只要你能干、认干，那就行。你不管在什么国家，再好的国家，你不干，啥也不是，就可以这么讲。是，自己主要靠自己要努力。对吧？到什么时候你自己不努力，没用的，靠别人没用的。对，说些好听的没有用。在我的脑袋里头啊，心里边吧，就想着，不管你是日本人、中国人，只要有一个好心，心得正。另外一个呢，工作得认真。你中国人也好，日本人也好，你工作不认真，啥不是？是，干不了什么事情。在我的心里边就有这个，就装着这个。是。你现在还有的时候会怀念中国的生活吗？现在就回去还得上坟呢。我说你还怀念那儿吗？咋想？那不说是天天想，也差不多少。总是寻思，一弄这眼睛一闭，睡觉之前或者啥，一看电视有一些古老的事儿，就想起来那时候的故事。那是中国的事儿就想起来。你回来日本之后，见到你的爸爸妈妈，那经常见。我知道。我说你有问他为什么当时把你留在那儿了吗？那个，我父亲在战争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因为我父亲是搞啥的？不是当兵，为了战争去的，他是搞理发工具研究所的所长。理发工具？理发工具。就是知道推子呀、推子、烂剪，就这个工具的研究所的所长。所以他上中国去的意思就在工作工作，跟着办个这个理发工具那个工厂。那怎么在战争？战争那你是日本人，那打仗的时候，那让你去，你不是当兵的也得去就这么的在哈尔滨，牺牲了就死了。战争的时候就死。我父亲一死，我母亲呢就带着我哥哥、我姐姐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就回到日本来。那为什么没把你带着？我才6个月，他怎么养活我呀？那时候战争。没法养活我，负担太重了。另外还有比我稍大一点的，刮我姊妹9个，你知道这样子。这么多人，我是最小的。9个。前面还有8个姐姐哥哥。就是连哥哥姐姐的现在剩4个是5个了，剩下当时有战争时候死的2姐3姐都是战争死的。男孩呢就我和我2哥和我大哥呢回到日本来了，
我二哥和我留到中国了，我二哥也是给到中国人家了。啊，当时都一块儿回来的。没有，我回来9年以后，我二哥才回来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岷江市人民医院的院长，所以说呢，就不想回来都。啊，就没有回来。哎，就晚了几年，后来还是我劝他，最后回来了。明白。哎，他这样子。哎，他比我晚回了9年，我二哥。明白。我大哥是跟我生母一起，跟大姐一起回的，那是1945年吧。明白。哎，回来。真不容易。你想那么多孩子，还要带回来啊，都是啊，去了死的没几个了。你知道，我2个二哥给人了，给到中国人了。就完了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这都当时战争时候就逃荒的时候又死了，有病。那时候上哪上治病去？有病就完。哎，所以就死了3、4个，你算算。赶到我4姐呢，也在中国找的对象。赶我回日本的时候，头1年去世了，我4姐。那是。赶我5姐呢，在横滨回到黑龙来，她是电影演员，我5姐。完了，我的5姐夫呢是上海出身的，导演，就电影导演，在横滨住，现在呢还在横滨的。但是我那5姐夫没了，去世了，都已经岁数了，现在要活着都100好几。明白。那我都80多了。你刚才说你二哥当时也在中国，那时候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吗？那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，后来找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后来找着他的养父养母家。你什么时候找到的？也就是在我的母亲上中国去，告诉我了，知道这件事了。知道这件事我就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那时候就没有2年吧，1年多一点就找到了。找到了我们就在中国都有联系了，挺好的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现在跟他一起办回来，他就不回来。他在那医院那是院长啊。和你长得像吗？跟我差不多，是比我长得好看一些。这样子。看到这啥，五姐呢就回来在横滨。那2姐、3姐、4姐呢，在中国，在四川死的。还有在四川的。她原来在宁安，后来呢，跟着我那个姐夫呢，工作调动调到四川，完了到四川，我还上四川去看去了。去看他去了，跟我二哥，俺们一起去。都上中国，都去看他们去了。哎呀，现在这个时候了，就80多岁了，就这脑袋里好像就有时候想起来这些事儿，有时候就忘了。现在就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那怎么看呢？就战争的影响，那玩意儿把整个一家人就全都啥了。这就我父亲，他又不是当兵的，又不是军人，这为了战争去的。你说这玩意儿怎么？战争给大家带来的伤害。对，是翻过来战争带给我们一家人全都。是。不就这事儿？是的。我是44年生，我那二哥比我大2岁。是。我生我的时候，那二哥都2岁了，你说。刚把我那前才6个月给人了，我二哥随着也就给人了。也就给到别人家了。明白。那这我哪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是的。等后来这算知道还有哥哥还有姐姐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我的亲哥哥跟我生母跟我把这事说了，这才知道，原来也不知道啊。是。根本就不是就见面了都不认识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对，你就坐在一起也不知道是啊。对。实际都在宁安县。明白。都在宁安县市里呢，那个县内呢，我二哥在那县里边住，我呢就在那县边上1公里半的地方，在那住。你说这是多远啊？明白。另外一个呢，我那二哥呢给到这家呢，也生活也挺好。我给到我这家，我养父养母呢也都能干，也不错，生活也好。
那他们之间，你的生父生母跟这个养父养母之前认识吗？不认识，陌生人不认识。哦，陌生那人。早都也没有什么同性关系或啥都没有。不是，我说当时把你给到他们的时候，那也不认识，他们之间也不认识。都不认识。哦，他们是咋？我和我二哥我们吧，就在日本人就战争结束了，叫日本人难民所，所以说我就跟着我母亲在难民所里头嘛。赶到这后来这孩子没法养啊，在难民所怎么养孩子啊？又啥也没有，这没张罗，可能他们就张罗把孩子给人，就这样。我养父养母听说那难民所有日本孩子，给咱去要一个去吧，就这么的。哦，哎，上在那难民所去。明白。我养父养母住的地方离那难民所那就三里地吧，就算不到3里。哦，很近，走路就去了。对，走了就去了。那2里多地，所以说呢，就把我带回去。抱到家了。那时候我小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是几个月。7年到文化大革命，我才知道我是他把我是日本人把我抱那啥呀。开始啥都不知道。好。我就关键我养父养母对我那真是个头，那真好，那不是一般的啥。不像有的，你像在电视也好，在听说也好，在抱的孩子，别说抱的孩子，自己孩子都绕带的，你算算。是。有的是这样家庭。是的。但是我是天生好像是天生就有福的人。是的。不错。我听下来，我是觉得你的命运没有太波澜，不像之前有些人。对。哎呀，听都掉眼泪。真是那种。所以说这个啥，那个池田，刚那前儿刚成立这个孤儿家，完了后来改成 NPO，这个啥这个会儿，这我都直接都参加。都啥。凡是有对大家有用的地方，有工作的地方，我就想办法去参与，帮一帮。就去。